我和哥哥同时被首富家收养，一个留在家里给首富女儿当玩伴，一个送去老宅陪首富母亲养老。上一世，哥哥看着大小姐貌美温柔的模样，毫不犹豫留了下来。可大小姐表面温柔，实则是个心理变态的虐待狂，没几年便将哥哥虐成了双腿残疾。而我在老夫人的支持下，留学海外，进军娱乐圈，成了最年轻的3金影帝。所以哥哥不惜拉着我一同葬身火海，也要重生。可是哥哥，大小姐再怎么变态，也不过才10几岁，但老夫人可是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精啊。晚了一步，我和周玲还是被领养了。周玲突然就跪在了季老夫人面前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：“奶奶，让我陪着您吧，您跟我奶奶长得很像，看到您就像看到了我奶奶一样，亲切极了。以后我会把您当成我亲奶奶一样敬爱的。”看到这一幕，我意识到周玲跟我一起重生了。前世的今天，我和哥哥周玲一起被首富家领养。季氏家族现在的族长就是这位季老夫人，她这房人丁稀少，现如今就只有她和她的孙女2个人。季老夫人让我和周玲选是跟她还是跟她的孙女纪明珠。上一世周玲见纪明珠长得美，想都没想，抢先选择了纪明珠，我则被留在了季老夫人身边。可那个纪明珠才10几岁就是个变态，周玲在她身边受到了各种折磨，最后甚至被纪明珠折磨成了残疾，要终身坐轮椅。而我被季老夫人养在身边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养得帅气温润，还被季老夫人送出国留学，回国后更是进入娱乐圈，有季家的人脉背景和金钱铺垫，我在娱乐圈一路绿灯横着走，最后成了当红的顶级流量小生。后又因为一部电影闯进电影圈，一举成为最年轻的3金影帝，风光无限。我和周玲2个人的人生在外人看来是云泥之别，周玲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可她不恨纪明珠，反而对我因妒成恨，在我拿到第3座3金奖杯的那天晚上，一把火烧死了我。而她也因为腿脚不方便被大火吞噬。如今重生过来，周玲第一时间就想抢夺我的人生。其实她不用抢，我双手送给她。毕竟纪明珠再变态，现在也只是个10几岁的小孩子，她哪有季老夫人玩得花啊？季老夫人满意的点点头，眸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金光。看在你这么孝顺的份儿上，那你就跟着我吧。周玲一个激动，咣咣咣就给季老夫人磕了3个响头，然后站起来挽住季老夫人的胳膊，乖巧的说道：“奶奶，我扶着您。”季老夫人含笑点头，乖孩子，乖孩子。然后随手指了我一下：“你以后就跟着明珠吧。”说完又意味深长地提醒了一下纪明珠：“明珠啊，好好照顾弟弟，知道吗？”周玲抿唇忍着笑，对纪明珠说：“姐姐，我弟弟以后就拜托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”他故意加重“好好”这2个字，然后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扶着季老夫人上楼去了。我冷冷地看着周玲的背影，缓缓勾起唇角：“那你就好好享受崭新的人生吧。不过，既然是你抢走的人生，就千万不要还回来。”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一道阴恻恻的声音：“没看够。”我心下一咯噔，这才侧头看向纪明珠。虽然才15岁的年纪，但这孩子看上去确实阴森恐怖，不像正常人，也是不好对付呀。我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深吸一口气，我立刻甜甜的笑了出来，跑到他面前，乖巧的打招呼：“姐姐你好，我叫周泽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弟弟了。”纪明珠阴冷的视线不着痕迹的上下打量我一圈，那漆黑的眸子似乎被什么点亮。我看清了他眸底盎然的兴趣：“你想当我弟弟？鬼才想当他弟弟，看我能怎么办？我现在还只是个刚满8岁的小孩子，还被这一家子变态领养了，逃不了。就算杀了他，我也躲不过季家的报复，当然只能先乖乖做一个弟弟了。”我点点头：“对啊。”然后歪着脑袋，怯怯的又满怀希冀的看着他：“姐姐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”纪明珠唇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，眉梢轻挑，淡淡的笑道：“喜欢，当然喜欢。”我上前挽住纪明珠的胳膊，兴奋的喊道：“太好了，我有姐姐了，我有姐姐了！”纪明珠的身子骤然一僵，下一秒她突然一把将我推开，阴鸷的视线重重的落在跌坐在地的我的身上，薄唇微起，一字一句：“滚！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碰我！”喜怒无常，果然是个小变态。周玲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2楼的扶手旁边，就那么看着我。看到我刚到这个家就被纪明珠虐待，她看上去很享受。直到她身后的管家提醒她：“少爷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该洗洗睡了。”好。周玲应了一声，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走了。我则从地上爬起来，走到纪明珠身边，小手一伸，强硬地抱住她的胳膊：“我就要抱着你，我要姐姐。”我知道此刻的我看上去一定像一条被抛弃的小狗一样，只能躲在角落里嘤嘤地哭泣。纪明珠的身子又僵住了，只不过这一次她没有再推开我。前世虽然我不在纪明珠身边，但对她也很了解。这熊孩子之所以那么变态，就是因为缺爱。他爸妈死得早，就算他们在世的时候
也是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，因为他们两个是商业联姻，根本没有一点感情。每次吵架都要离婚，还当着小小的纪明珠面前说那是你女儿，你带走，从你肚子里出来的，你带走，我才不要。后来有一次两人又吵架了，当着纪明珠的面大打出手，他妈失手将他爸给捅死了。惊慌之中，他妈也自杀了。那年纪明珠才5岁，看着倒在血泊里的2个人，他异常平静。后来他就一直跟在季老夫人身边，而季老夫人那个老变态又能教出什么好人出来？纪明珠他爸没结婚之前就经常和季老夫人一起玩男人，3P 4P 都是常有的事。他也没怎么陪着纪明珠，光顾着自己玩小男孩小女孩，再就是追求长生不老。纪明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到15岁的。他不变态谁变态啊？我决定要用爱感化他，不管有没有用，先试一试，万一有用呢？这招不行，再试别的招也不迟。纪明珠刚满15岁就自己搬出去住了。这会儿他用幽暗的视线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我紧紧挽住他胳膊的小手，没再说话，径自迈步。他的腿实在是太长了，才15岁的年纪就已经长到1.7米了，我还不到1.3米，实在是跟不上他。姐姐，我故意奶声奶气地说，你慢点呀，我跟不上你了，姐姐你抱我好不好？纪明珠柳眉轻蹙，不耐烦地瞪了我一眼，闭嘴再吵我就把你丢海里喂鲨鱼。我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，姐姐坏呜呜，我不要喂鲨鱼，我怕疼，呜呼！一边哭一边往纪明珠的怀里钻，把眼泪鼻涕都往他的身上抹。一定程度上，我是在试探纪明珠对我的忍耐极限在哪儿。如果我这么闹他都只是嘴上凶而已，那我就有分寸了。闭嘴！纪明珠指着我，你再哭一声，我就把你喂鲨鱼。我立刻闭紧嘴巴，眼泪汪汪地看着他，抽泣着，肩膀也跟着一抽一抽的。纪明珠咬牙闭了闭眼，估计也是没见过我这么难缠的熊孩子，烦透了。我紧张地看着他，他可别这么快就发作了呀！我刚才是不是闹得有点太过了？纪明珠突然弯下身子，吓了我一跳，连忙捂住自己的屁股，姐姐别打我！纪明珠，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一双柳眉始终蹙着，将我抱起来就大步往外走。呼，这关算是过去了。那我要不要再大胆一点？我搂住纪明珠的脖子，姐姐，你不生我的气了呀？那你还要把我丢进海里喂鲨鱼吗？姐姐，我以后一定会乖乖的，你不要生我的气，也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我哥哥不要我了，我现在就只有你了。纪明珠深吸了一口气，侧头厌恶地看了我一眼，在对上我委屈巴巴可怜兮兮的小眼神之后，他终是妥协了。我现在还不会把你丢了，但如果你以后不听话的话，我还是会把你丢进海里喂鲨鱼的。我嘻嘻笑了出来，小脸往纪明珠的颈窝里蹭。我就知道姐姐你舍不得丢了我的，姐姐你真好。纪明珠，你能闭嘴吗？好的姐姐，我知道了，姐姐。纪明珠，他咬牙切齿地嘀咕了一句，真想把你的嘴缝上。我这张嘴是有多不受他待见？到了纪明珠的房子，他把我丢到房间里就走了。这个人不仅变态，还性格孤僻，不允许佣人在这里过夜。他把我一个小孩子丢在这里，我怎么照顾我自己？还好我不是小孩子。洗漱完，我围着浴巾出去了，到处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小孩子的衣服，连大人的衣服都没有，还真不是养孩子的料。我出去找衣服，纪明珠明亮的嗓音毫无征兆地响起，吓了我一跳。你干什么？我默默深吸一口气，调整了情绪，转身嘟着嘴说，姐姐，我洗完香香了，可是我没有衣服穿。纪明珠自从看到我之后，那2条眉毛就一直没分开过，这会儿的不耐烦更是无以复加。你怎么那么麻烦？我背对着纪明珠蹲下来，哼哼唧唧，姐姐，你是不是又讨厌我了？你为什么讨厌我啊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地毯都没能消弭他的脚步声，可见他是有多烦。很快，纪明珠就拿来了一件短袖，丢到我身上，穿上，赶紧滚回你的房间睡觉，今晚不许再出来。哦，我将衣服从头上拿下来，起身冲他点点头，然后又摆摆手，姐姐晚安。纪明珠没搭理我，转身走了。我拿着衣服回到卧室，将门反锁上。坐在床上的时候，我稍稍松了一口气，这第一天算是安全度过去了吧，但还是要谨慎一些，睡觉最好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的结果就是我一晚上都没睡好。其实前世我又何尝睡过几个安稳觉呢？就连在国外的那段时间，我也害怕季老夫人突然就推开我的房门。周玲并不知道前世的我患有重度抑郁症，所以她那把火对我来说是解脱。如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，我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拯救自己。外面的天已经亮了，我依旧穿着昨晚纪明珠给我的衣服，赤着脚出去了。下楼我就只看到一个阿姨在厨房忙碌着，看到我，她脸上尽是和蔼的笑，这就是小泽泽吧？我点点头，是。阿姨，我姐姐呢？她一大早就走了，
不过让我早点过来给你做饭。早餐很丰盛，但我没什么胃口，只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，思索着等纪明珠回来，我该怎么开口跟他说我要去上学。纪明珠一直到晚上11点多才回来。我在卧室门口听到声音，深吸一口气，做好了心理准备才出去。纪明珠已经回房了，可我进去的时候并没看到她。卫生间里隐隐约约有水声传来，我知道她在洗澡，就爬上了她的床。纪明珠出来看到我在床上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谁让你睡在这儿的？滚下去！我抓紧被子瑟缩着，可是我害怕。姐姐，我想跟你一起睡。她刚要发火，我就呜呜哭了出来。我能在纪明珠的脸上看到深深的无力感和杀气搅和在一起，还真是复杂的一个人呢。她闭了闭眼，许久之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国粹。我故作懵懂地问道：姐姐，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闭嘴！纪明珠突然过来，一把掀开被子就把我拎了起来。我刚要张嘴哭，就被她指回去了。她又把我丢到床上，你明天就给我滚去上学去。这就完事了？太顺利了吧！我上学1个礼拜后才在学校看到周玲，她穿着昂贵的名牌衣服，背着个奢侈品书包，一进教室就挨个桌子放礼物。到我桌子前的时候，她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放了个小盒子在我桌子上就走了。一个没落地发完礼物，周玲才又走到最前面，对着大家优雅地鞠了一躬。大家好，我叫周玲，是首富纪家季老夫人的孙子，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哦。就这开场白让我怀疑周玲根本没重生，不然一个20多岁的灵魂怎么可能在面对一群8岁的小孩子时说出这么装逼的话？和一群小孩子显摆有什么意思？班里有个叫陈俊轩的男生指着周玲问：首富姓纪，你怎么姓周？周玲神色微顿，眉宇之间闪过一丝难堪，但下一秒就又扬起下巴：我是首富家领养的。你和周泽是什么关系？有人指着我问：你们2个长得好像啊，又都姓周。周玲看了我一眼，撇撇嘴，没说话就下去了。班主任这时开了口：好了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新同学，然后就上课。我同桌凑过来小声问我：你认识新同学吗？我只是点点头，但并没说周玲是我的异卵同生双胞胎哥哥。下课之后，周玲把我叫到操场上没人的角落里，警告我：周泽，虽然我们2个是兄弟，同时被纪家领养，但你跟了纪明珠，我跟了奶奶，现在又不住在一起，以后还是少来往吧。他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只能点头。周玲上下打量了我一圈，突然笑了出来：怎么样，跟纪明珠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看你穿的什么呀？她在我面前转了一圈：这是奶奶买给我的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见我不说话，周玲又扬起了下巴：总之，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都不要来找我，我是不会帮你的。既然这样了，周泽，我们就各遭各的罪，各受各的苦吧。他说完，转身朝教学楼走去，又嘟囔了一句：反正我是再也不会遭罪受苦了。看得出来，纪老夫人这几天还没对他动手。不过别着急，快了。果然没过几天，我突然收到一个消息，纪老夫人带着周玲去国外疗养了。上辈子是我上大学的时候，纪老夫人才带我出国的，这辈子怎么这么快啊？难道真的是我放出的消息奏效了？看出我的诧异，纪明珠冷然一笑，仔细一看，那抹笑容残忍至极。你这个哥哥从到奶奶身边开始到现在，什么都要，看来是对上老夫人的胃口了。放心吧，国外那地方开放，老夫人会让他喂得饱饱的。我只能装出一副迷茫的样子，心里却一清二楚，是周玲过早暴露的贪婪本性害了他，而且我也推波助澜了一把。时光飞逝，再次见到周玲的时候是在我们18岁那年，她作为交换生来到了我的大学。一眨眼，我们2个已经10年没有见过面了。她的样貌跟上一辈子比并没有什么变化，看上去依旧死气沉沉的，只不过穿的比上辈子奢华多了。上辈子她是被纪明珠那个变态折磨的，这辈子折磨她的人变成纪老夫人。虽然换了个对象，但总归是殊途同归，缘分天注定，我们这对好兄弟一起死，一起重生，如今上同一所大学，又被分在了同一个宿舍。我开门进去的时候，他正呆呆地坐在床边，听到声音，他就跟受了惊的兔子似的猛地弹了起来。看到是我，他恍惚了一下，但似乎松了口气。是你啊？周玲微微扬起下巴，上下扫了我一圈。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？纪明珠那个变态对你好吗？我刚张嘴，身后便传来一阵轻审声。纪明珠走了过来，在我身边停下，手里还拎着我的行李箱。他淡漠的视线在周玲的身上掠过，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：我怎么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成变态了？周玲看到纪明珠本就不好的脸色更加苍白了，就像我对纪老夫人有阴影一样，周玲对纪明珠何尝没有阴影？她咽了咽口水，嗓音变得有些干涩：我胡说八道，对不起。纪明珠没再看他，也没说什么，而是扫视了一圈宿舍，然后过去
帮我把床铺好，又开始给我整理行李，把我的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，放到柜子里。弄完之后又嘱咐我，司机给你留下了，下课之后要是想回家的话，就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你。如果不用我接你，就让司机先送你去公司。说完又扫了眼宿舍里的环境，住几天体验一下就算了，还是住在校外的房子里方便。我这辈子好不容易活得像个正常人了，现在又和普通大学生一样，我可不想搬到校外去住，我想住在这里。纪明珠点点头，好，都弄好了，我先走了。他走到我面前，还是和我小时候一样，轻轻揉了揉我的脑袋，随即又警告地看了眼周玲，出去了。我送他下去，一回来就对上了周玲难以置信的视线。他迫不及待地问我，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？周玲的破防来得如此之快，倒是出乎了我的意料。我故意做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，她是我姐，对我好不是应该的吧？难道季奶奶对你不好吗？周玲崩溃了，她跌坐在床边，抱着自己的头，像是陷入了极致的痛苦之中，无法自拔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不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突然她又站了起来，上来就要扒我的衣服，我一把推开她，你干什么？周玲脸色涨红，一直摇晃着脑袋，脸上的肉都是颤抖的。她像魔怔了一样，又朝我伸出手，你把衣服脱了，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我要看看，她是真的受到刺激了，比上辈子的我还严重。季老夫人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我再次推开周玲，抬手就是一个嘴巴子，重重扇在了她的脸上。清醒了吗？周玲就像是断电了似的，定定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我上去抓住她的胳膊，故作关心，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周玲用力把我推开，怨恨地瞪着我，眼睛里流下不甘的泪水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所有人都对你那么好？季老夫人是，纪明珠也是，到底凭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我的哥哥呀，你哪里知道呢？我上辈子被季老夫人折磨得不轻，要不是你烧死我，我还要继续活在那人间炼狱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拯救出自己呢。其实上辈子我是想过自救的，报警或者逃跑，总之等我长大了都可以做。可季老夫人那个死变态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一样，你别想逃走，也别想找警察帮你，就算你不想想你自己的小胳膊能不能斗得过我这大腿，也该为你自己的哥哥着想一下。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睛里，千万别冲动，否则不仅仅是你的小命不保，就连你的哥哥我也会让他给你陪葬。小泽泽，你乖乖待在奶奶身边陪伴奶奶，以后奶奶的东西都是你的。难道奶奶对你还不好吗？我长期生活在她的压榨和破坏之下，最后也就妥协了。可就是这个我想保护的哥哥，最后却因为嫉妒我，一把火烧死了我。上辈子的我活得真像个笑话，这辈子的周玲又何尝不是呢？我淡淡的看着他，无声冷笑，哥哥，奶奶是不是虐待你了？她到底把你怎么了？周玲一把抹掉眼泪，突然又对我笑了出来。我没事啊，我很好，我只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要当大明星了。我点点头，那恭喜你啊，娱乐圈那个没有道德底线的地方，可不是什么好去处，更何况还是季老夫人给送进去的，会发生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。周玲得意地扬起下巴，等我做了大明星，一切就都会迎刃而解，再有人欺负我，我的粉丝也不答应。似乎是觉得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，周玲脸上的肉又开始颤抖了，这一次是兴奋的颤抖。虽然现在已经是秋天了，但天气还是很热。早晨起来，我看着周玲身上的长衣长裤，故意问道，你现在就穿长袖睡衣不热吗？其实我只是随口问一句，能刺激她就刺激她一下，刺激不到对我也没什么损失。可这句话还真就刺激到了周玲。我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故作生气，关心一下你而已。你凶什么？我下床去卫生间洗漱，身后突然又响起周玲的声音，周泽，其实你过得也不好吧？我脚步一顿，转身看他，假装没听清楚。你说什么？别装了。周玲冷声讽刺，纪明珠那个人最会演戏了，现在连你也这么会演了。他的视线落到了我的双腿上，笑了出来。我劝你趁现在能跑能跳的时候多用用你的双腿，别等到以后用不到了后悔莫及。他说的是上辈子的他吧？我低头扫了眼双腿，嘀咕了一句你别胡说八道，就进了卫生间。当然周玲可不是胡说八道，他就等着我的双腿被纪明珠弄断的那一天，他好等着看我笑话呢。不过很快我反击的机会来了，而我很快就等到了这个机会。军训结束之后，纪明珠来学校接我，奶奶说让我们两个回老宅吃顿饭。纪明珠双手控制着方向盘，目视前方，声音淡淡的，没什么波澜。又要看到那个人了。我看向窗外，也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。纪明珠似乎侧头看了我一眼，紧张吗？还是因为你不想见奶奶？我转回身坐好，刚要开口，就又听到纪明珠说，不想见可以不见，那个老家伙
也没什么好见的。是呀，纪明珠怎么可能不了解他的奶奶呢？虽然我和奶奶10年没见了，但是那是你的奶奶，就是我奶奶，还是见一下吧。我说完又补充了一句，也不是天天见。纪明珠，都说祸害1000年，确实，纪老夫人今年都80多岁了，除了心脏有点毛病，其他都挺健康的。即便是心脏的问题，对她来说也不算什么，她有钱，随便一种特效药就几百上千万。看来这钱也不白花，说不定还真让纪老夫人找到了长生不老的秘方呢。我心下嗤笑，面上却一副乖巧的样子，跟在纪明珠身边进去。奶奶，纪明珠声音无波无澜，打了一声招呼。我鞠了一躬，奶奶您好。纪老夫人手里多了一根拐杖，她上下打量了我一圈，笑了出来。那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，就像是一只癞蛤蟆伸出舌头在我身上舔来舔去，真的很恶心。纪明珠微微往我这边走了2步，正好将纪老夫人落在我身上的视线挡住了。纪老夫人收回视线，点了点头，拿出一个红包给我。啧啧呀，这几年奶奶一直在国外，也没看过你，没送你什么礼物，忽略你了。这是奶奶的一点心意，你收下。你可别说奶奶偏心你哥哥哦。我看着纪老夫人伸过来的手就反胃，犹豫着不想接。周玲从楼上下来了，依旧穿着长衣长裤。奶奶给你的红包，你就收下吧，不能拒绝老人家的心意，不懂事。她走过来又催促我，快收下。算了，白给的钱不要，我是傻子吗？刚要伸出手，一只大掌就先一步拿走了纪老夫人手里的红包。她打开，从里面拿出一张银行卡，轻笑一声，看来数额不小啊。奶奶，我替啧啧收下了。说完又提醒我，啧啧还不谢谢奶奶。我连忙点头，谢谢奶奶。纪老夫人嗯了一声，到底不是在我身边长大的，跟我生分不像你哥哥。她拍了拍身边的位置，小玲啊，坐在奶奶身边。周玲只是迟疑了1秒钟的时间，便坐了过去。纪老夫人苍老的手看似无意的在周玲的大腿上拍了拍，看的却是我。啧啧，不是奶奶说你没有你哥哥招人喜欢，进门之后就没笑过。看着老变态这张脸，我实在是笑不出来，甚至想一拳打掉他的牙，但我还是扯了扯唇角，笑了出来。纪老夫人拄着拐杖站起来，明珠啊，你跟我去书房，我有事跟你说。纪明珠跟我说了一声，就扶着纪老夫人上楼去了。周玲冷冷地盯着那2个人的背影，趁他们不注意，用手掸了掸他的大腿，好像那里有什么脏东西似的，然后又拉过我的手，小泽，咱们兄弟好多年不见了，你今晚就留下来吧。我心下冷笑，就这演技还想进娱乐圈呢？之前在学校对我那个态度，这会儿突然就变了，不是心里有鬼是什么？我往楼上看了一眼，不知道，我得问问姐姐，她同意了，我才能留下来。我是故意这么说的。周玲果然相信了。我就说嘛。你说什么？我问。周玲得意地挑了挑眉，没什么，我先上楼给你准备房间。我也跟着上去了。到了书房门口，我停下脚步，听到里面传来了纪老夫人的低吼声。混账混账，现在连你也不听我的话了。纪明珠薄凉的声音紧接着响起，奶奶，你也这么大岁数了，该玩的都玩过了，该收手修身养性了。纪老夫人手里的拐杖敲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你今晚必须把那个周泽送到我身边。我身子一僵，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倒流了，双手紧紧攥起。原来周玲也是打的这个主意啊！可我到底也只是生气而已，不再害怕了。这么多年我在纪明珠身边，可没少给她洗脑，也没少明里暗里提醒她，把纪家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这样就不用任由纪老夫人摆布了。哦对了，这辈子纪老夫人提前出国，也有我的手笔。是我放出消息，外国的一个岛上研究出了长生不老药，而且那个岛纪老夫人之前也是知道的，她自然深信不疑。书房里突然安静了下来，突然纪老夫人恐惧的声音响起，你要干什么？纪明珠，你想对我动手？我可是你奶奶。纪明珠笑得极冷，那声音像是从地狱里发出来似的，带着彻骨的冷意。奶奶，您年纪大了，我说了，您应该修身养性了。不过平时您在外面怎么玩我不管，那个周玲也跟我没关系，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但是周泽是我的底线，提醒您一下，别碰。纪老夫人苍老的声音发颤，你想怎样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呵。纪明珠机不可闻的轻笑一声，也不能把您怎样，不过您年纪大了，突然就死了，这也是很正常的，您说呢？啊，纪明珠，你要干什么？纪老夫人发出痛苦的声音。开个玩笑，别当真。纪明珠慵懒的笑道。我只听到这里，转身下楼去了。很快周玲也下来了，兴冲冲的跟我说，房间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小泽，你今晚一定要留下来。他不会留下来。纪明珠慢条斯理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。周玲身子一僵，反射性的松开了我的手。
纪明珠挤不下来，来到我身边，现在就走吗？我摇摇头，吃完饭吧，总得陪奶奶吃顿饭。纪明珠深邃的视线默默看了我一会儿，点点头。餐桌上，我变得很健谈，跟季老夫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季老夫人还直夸我嘴甜。纪明珠自然是看出了我的异样，但是她没说话，只是慢条斯理的吃东西，动作优雅。我余光从她的身上收回，继续跟季老夫人说：“奶奶您不知道吧？哥哥可是我们学校的校草呢。这才刚开学没几天，他就有了一大批追求者。”周玲手一松，手里的筷子掉到了地上。季老夫人唇边笑容一滞，下一秒又笑了出来，让佣人把筷子捡起来，又给周玲拿了双新筷子。小心点，她提醒道。周玲声音微微发颤：“奶奶，你别听周泽胡说，我没有女生追我。”怎么没有？我都看到了。我嘿嘿笑了出来，是不是在奶奶面前你害羞啊？哥，你都18岁了，可以谈恋爱了，奶奶总不会连恋爱都不让你谈吧？周玲低头吃饭，低声命令：“闭嘴！”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，她又抬起头来看向纪明珠：“弟弟在学校里也有很多追求者呢，姐姐，你不介意吗？”纪明珠侧头看我，抬手又摸了摸我的脑袋：“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，等大学毕业再说。”我点头。周玲眸底闪过一抹不甘心，却在对上纪明珠的视线时，脸色一白，连忙低下头，握着筷子的手都在发抖。吃完饭，纪明珠就带我离开了。一路上她很安静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回到家，我要直接上楼，身后响起了纪明珠的声音：“要不要看好戏？”我转身：“什么好戏？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。”“跟我来吧。”纪明珠拉着我的手上楼，去了她的书房。她打开电脑，刚点开一个软件，里面就传来了周玲撕心裂肺的声音：“奶奶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不要，奶奶求你了啊，疼奶奶疼啊，不要再打我了。”我的五脏六腑开始发颤，紧接着是整个身子，突然就到了一个临界点。我用力捂住自己的耳朵：“不要不要！”纪明珠连忙关掉，一把抱住我：“泽泽别怕，都是姐姐不好，姐姐不好。”我推开她，用手捶打地板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给我听这个？”纪明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季老夫人，恨周玲，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。纪明珠就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等着我发泄。我也不知道我打了多久，直到我的胳膊累了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才停下来。好点了吗？纪明珠叹了口气，再次将我抱在怀里，轻轻拍着我的后背：“以后再也不会给你看这种东西了。”我点点头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有钱人没几个好东西。你看看那老家伙是怎么对待你哥哥的，想让你明白，以后离老夫人远点，不是我，谁叫你过去，你都不要过去，听到了吗？我又点了点头，然后抬头看他：“你也不是好东西吗？”纪明珠被我这句话逗笑：“你说呢？”我细细地看着他，在我心里，纪明珠一直都不是好人。可是这么多年，他一开始对我确实很凶，可那也只是半年的时间而已。后来的后来，一直到现在，他真的对我很好很好。周泽，我不是好人。纪明珠看着我的眼睛，但是我会努力做一个好姐姐，我会保护你，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我摇摇头：“你不用努力，你已经是一个好姐姐了。”纪明珠轻笑了出来：“你对好姐姐的标准就这么低？”我也笑了出来，感觉轻松多了。那你就高标准要求自己吗？纪明珠拉着我出了书房：“你那个哥哥，你也离他远一点，我会跟你们学校说，让他换到别的宿舍。”不要！我拉住纪明珠的手，停下来。纪明珠转身：“你别告诉我，你今晚看不出来，他想把你送给老家伙折磨，你还把他当哥哥？”“不是，8岁那年我就已经没有哥哥了，我现在只有你。可是我得盯着他啊，这样我也会比较有安全感，大不了你派人保护我嘛。”纪明珠又揉了揉我的脑袋：“好吧，你赶紧回房吧，早点休息。”星期一，周玲没来。那天我虽然没看到具体的画面，但听着周玲撕心裂肺的声音，就知道她被那个老变态折磨得不轻。一直到半个月之后，周玲才来到学校，看着又瘦了一圈。我故作担心地问她：“哥，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？你脸色看着不是很好啊。”周玲反射性地捧住自己的脸颊，突然瞪了我一眼：“关你什么事？”我耸耸肩：“只是关心一下你，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吧，别让人把腿打断了。”周玲没好气地说完，进了卫生间。宿舍里还残留着她身上那股浓厚的香水味，呛鼻子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周玲才从卫生间出来，收拾了一下就去上课了。我也来到教室，但并未跟周玲坐在一起。她身上的香水味实在是太难闻了。同学也开始抱怨：“周玲，你喷那么浓的香水干什么？熏得我头疼。”周玲立刻怼回去：“哪里浓了？你买不起大牌子的香水就别酸好吗？”大家都离她远远的，周玲也不在乎。但是回到宿舍，她却跟我抱怨了一番：“就咱们班那几个人，一个个没多大本事，毛病倒是不少，我喷点香水怎么了？”我说实话，
你的香水味确实太浓了，都呛鼻子。周林立刻甩过来一个白眼，你和他们一样，反正我也在学校待不久了，我快要进娱乐圈了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我和周林在宿舍里各干各的事情。周林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接完电话，他立刻跑过来跟我显摆，周泽，我要进娱乐圈当大明星了，奶奶让我现在就过去，带我见导演和制片人呢。前世不好的回忆猛地钻进我的脑子里。我慢半拍地点点头，那你快去吧。周林换上他最名贵的衣服，又给自己抓了个精致的发型，美滋滋的出去了。我突然想到什么，立刻给纪明珠安排在我身边的保镖打电话，让其中一个人跟着周林。到了一个私人会所，保镖进不去了，给我打电话。我又给纪明珠打电话，让他想想办法。纪明珠知道我想干什么，沉默了一下说，让保镖回去，我派人进去。我应了一声，挂断电话。可是一直到12点多，我都没收到纪明珠的消息，我也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醒来，周林也没回来。我洗漱完，给纪明珠打电话，你昨晚查到什么了吗？纪明珠沉默了一会儿说，就那点事，你应该能猜出来，能给我看看吗？我问。纪明珠没有回答我，而是问我，你看这个干什么？说完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当天下午我没课，纪明珠来接我，带我去了学校附近的房子里。他给我听了一段录音，里面都是男人猥琐的笑声，紧接着是季老夫人那猥琐而变态的声音。小林啊，你努点力，好好伺候这几位。周林说不出话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季老夫人不悦，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的？你不是想进娱乐圈吗？纪明珠拿起手机，行了，剩下的都是不能给你听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离你那个哥哥和老家伙远点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嘴角不由自主地勾了起来，下巴突然一紧。纪明珠用力捏住我的下巴，好疼。他黑眸凝视着我，沉声警告，你给我老实点，听到没有？疼我拍打他的手，你捏疼我了。纪明珠立刻松开手，然后过来检查我的下巴，娇气。我根本没用力，你还想怎么用力？下巴都被你捏掉了。我抱怨。他抬手敲了一下我的脑袋，老实点，记住了。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但我知道你不喜欢你那个哥哥和老家伙。如果看他们不顺眼，大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我除掉他们。但是周泽，如果让我知道你自己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，我就真揍你了。我知道纪明珠是担心我出事，所以才这么说的。我上前搂住她的脖子，姐姐，你真好。纪明珠默默看了我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，就是因为你这声姐姐，我怎么感觉我这辈子都搭进去了，不划算。我点点头，松开她，好啊，那你就别要我这个弟弟了呗。别乱说。纪明珠声音低沉了一分，她不喜欢听这话。这一次周林很快就回到了学校。宿舍里，他兴高采烈地跟我说，我马上就要拍戏了，本子已经定下来了，等班底建好了我就立刻开机。恭喜你。周林得意地哼了一声，又进了卫生间。他身上的香水味真是越来越浓了，是为了遮住季老夫人身上那股老人味吗？没开机之前，周林还是正常上课，但这几天他显然比之前活跃多了，到处说他要进组拍戏了。有搭理他的同学，自然也有羡慕的。这天我刚进教室，就看到一群人围着周林，能带我吗？我要求不高，当个群演就行。我台词还不错，给我2句台词呗。周林很是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。突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，啊，怎么这么臭啊？谁拉了吗？好恶心啊！刚才还围着周林的一群人瞬间就散开了，其他人也收拾东西一起跑出了教室。我正要跟大家一起跑，却看到周林定定地站在原地不动。身后有人说，周林拉了，那间教室一直在通风，我们被换到了别的教室，但是周林不见了。下午上完课，纪明珠过来接我，你哥哥又进医院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周林应该是又出事了，但是不知道他进了医院。为什么啊？纪明珠轻咳一声，不说了，怕恶心到你。我想到今天在教室里的那一幕，又联想到周林经历的那一切，又上网查了一下，就算纪明珠不说，我也猜到了8、9分。周林应该是刚漏，括约肌也用不上力，所以大小便失禁了。难怪他一直喷那么重的香水，原来是为了掩盖味道的。但很显然，这味道是掩盖不住的。我想了想，让纪明珠送我去医院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还是送我去了。我进了周林的病房，他和保镖们在门口守着。哥，我刚走到床边，周林就发了疯似的喊叫起来。纪明珠进来，确定我没事才又出去。滚周林脸色苍白，像是地狱里爬出来的厉鬼，脸上写满了不甘和怨恨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叹了口气，哥，你别这样，我是真的担心你。虽然你当不了大明星了，但你也该为奶奶着想啊。奶奶本身年纪就大了，心脏还不好，天天吃药，要是你真出点事，刺激到她，你让奶奶怎么办？我故意咬中大明星，心脏病
吃药等字眼。我想周林他听得懂。果然，床上正在发疯的周林突然就停了下来，抬头看了我，哈哈大笑。纪明珠又进来，将我拽了出去。周林还在哈哈大笑。纪明珠将我一路拽进车子里，厉声问我：“你在干什么？我是不是告诉过你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告诉我，我去做，谁准你冒险的？”他最近是越来越凶了。这不是因为你在外面保护我吗？我都不害怕，你怕什么？你……纪明珠瞪着我，许久之后，他转身不再看我，而是看向窗外，声音有些飘渺：“啧啧，姐姐只有你了。”我知道他怕我出事，可是有些事情我想自己做，我想给自己报仇。我过去抱住他：“姐，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。”周林也没让我失望，他出院之后直接回家了。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季老夫人的死讯。那一刻，我心里那座沉甸甸的大山终于消失了。死了，那个老变态终于死了，真好。不用人告诉我，我也知道，季老夫人死于心脏病，她心脏负荷不了那种死一般的快感，药也没了，就那么断气了。季老夫人的葬礼过后，周林跑到了公司，说要召开股东大会，股东们都去了，我身为股东，自然也要到场。周林看到我很惊讶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我微微一笑：“我是股东呀。”纪明珠从我和周林中间路过，拉着我进去。周林走到最前面：“奶奶死了，她之前说她死后所有的东西都会留给我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了。”闻言，各位股东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笑了出来。小伙子，我们来开会是给你面子，可你也不能这么耍我们啊。周林脸色一急：“谁耍你们了？奶奶有遗嘱的。”张董事笑着挥了挥手：“不用遗嘱了，你奶奶手里的股份早就在纪总的手里了，他名下没什么财产了。”周林一怔：“什么？”他满脸不可置信：“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。”张董事接着说：“现在公司最大的股东就是纪总了，第二大股东是我们的周少爷。”他指着我。周林还是不相信：“这不可能。”他突然疯了，指着我，嗓音尖锐刺耳：“周泽，你的腿怎么还没瘸？纪明珠，你快点把他的腿弄瘸，快点啊！”纪明珠冷冷地看了眼周林，叫人来把他丢了出去。这场股东大会就是个笑话。我和纪明珠一起往外走。老家伙卧室里有监控，是周林故意拿走了他的药，蓄意谋杀。我报警了。他想到什么，又淡淡的笑了出来：“你是不是考不了公了？”突然一声刺耳的引擎声响起，我和纪明珠同时看过去，周林就在车子里，一脚油门，疯狂地朝我和纪明珠撞了过来。那狰狞的脸犹如地狱里的修罗，他的口型似乎在喊：“去死吧！”一切仿佛就在一瞬间，我甚至来不及反应，就被纪明珠用力推开了。然后砰的一声，纪明珠飞了出去。周林的车子撞到了公司门口的大柱子上，当场死亡。2天之后，纪明珠才醒过来，他看我的眼神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我刚要去喊一声，就被他叫住了。他问了我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：“这辈子选对了吗？”我身子骤然僵住。你……纪明珠觉醒了上辈子的记忆，你都知道了。即使躺在病床上，纪明珠周身依旧散发着强大的气场。周泽，你还真是我的好弟弟。我心跳加速，好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：“我去找医生。”刚走到门口，纪明珠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周泽。”我脚步一顿，缓缓转身，迎上他的视线。他看着我许久，许久之后：“你拿我当过姐姐吗？”他问。我只是看着他。纪明珠视线变得深邃，像是在期盼什么。哪怕一刻，你对我有过真心吗？我看着床上的女人，终是垂下眼帘，喃喃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纪明珠，我一直在利用你。这么多年，对你的利用已经深入我的骨髓。一直以来，我心里就只有自己一个人，除了我自己，我好像不会再对任何人有感情了。我去找医生。”医生告诉我，纪明珠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，但是还要继续住院观察。我点点头，那我回家给他拿点东西。收拾了纪明珠的私人物品，我就又回到了医院。可是纪明珠的病床却空了，我心下一咯噔，心仿佛也空了。身后传来护士的叹息声，本来都没有生命危险了，怎么就突然咽气了？我定定地站在原地，这一瞬间仿佛整个世界都与我失去了联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久到仿佛已经过了1个世纪。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周泽。”我身子一僵，缓缓转过身。纪明珠拄着拐杖，穿着病号服，映入我的眼帘。可是我为什么看不清她的脸？哭什么？她问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颊，湿漉漉的。原来我哭了呀，喉咙酸涩又炙热。我张了张嘴，好半晌才发出声音：“我以为你死了。”纪明珠轻笑：“那不是更好？”泪水在这一刻彻底决堤。
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唇在剧烈颤抖，声音也是哽咽的。不好，那样我就没有姐姐了。10年了呀。我一直用冷静和自私包裹着自己，可是纪明珠还是一点一点渗透了我的世界。她是我姐姐，不管她前世是不是变态，不管她是不是一个好人，我都不在乎。她就只是我的姐姐。纪明珠拄着拐杖走过来，另一只手擦掉我的眼泪。别哭，姐姐不会死，只要你还需要姐姐，我就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。我点头，好。